时光仿佛倒流到70、80年代。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听歌。今天是哪一个红星来登台啊？一起回味那些年的美好。欢迎来到欢喜大世界。阳光可乐，快回来，不要虐待动物，放过那只马吧。好吧，好吧，来了。哎呦，可怜哦，那只马给你骑到快跑不动了。给我回来！我只是 baby fat， 我不是真的胖吗？对不对 ，Chef Melvin？怎么问我？不用问我了。他是不会说谎的，你问我吧。真的胖，来。哎，不要这边自己玩得太开心，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还有来宾，欢迎我们的燕妮，意大利。这边还有帅哥德伟，还有苏珊姐。来讲一下今天的好料是什么？ OK， 我 try my best 啊。好。野生金目鲈佐辣果冻。哇！野生金目鲈佐辣果冻，辣果冻哎，是，所以是独一无二的吗？ Yeah，because 我这个也没有在我餐厅还是哪里做，哇，第一次。跟大家很有口福，但是你也不用太羡慕。对，因为我们没得吃。对，来，我们的好料。 OK， 谢谢。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比赛啦，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呢，食材题跟刚刚看到的画面，跟 Chef 今天用的食材是有关的。答对一题可以得1分。对，加油来看第一题。 OK， 请问9层塔的名字由来和什么有关 ？A. 叶子 ，B. 花 ，C. 茎。来，用答案写好了没有？来，好了亮出你们的答案板。噔噔噔。好，意大利这边是 C， 来，我们苏珊姐这边是 B。来，为什么嘞？我觉得9层塔呢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是，但每次漂亮的东西就跟花有关系的。啊，叶子不美啦。叶子都是来配花的。哦，这样对不对呢？这样说是有点道理。是，听起来有点道理。对，美丽的东西都跟花有关。是，所以你是叶子，我是花。来，请我们这个意大利这边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C 呢9层塔是什么？塔就像一座那种建筑这样吗？建筑应该是高高的直直高高的，所以这个茎呢就是直直高高的。哦，所以我们去选的那个茎。来，我们的答案是花。来讲一下为什么是花？主要因为它的花序重叠如塔状而得名。9的意思呢是很多层的意思。另外的解释呢，9层塔开花的时候呢，花会以3朵花为1层，总共呢是有9层，所以呢称为9层塔。哦，所以目前为止领先的是苏珊姐，恭喜得1分。高你要跳的啊！不可以这样，我就是要开心一下。OK，非常欣赏你们，对，因为才得1分就这么开心。对，跳舞庆祝嘞。好，接下来是重点题，答对1题等于食材题的3倍。如果答错，另外一组可以补答，答对的话可以得2分。但是呢，要讲到这个重点题，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挑战哦。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来，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 ？plastic。哦，我懂，加了冰这个呢是鱼胶片，对。但是要处理鱼胶片呢，它是需要用到水的。哇，是用到水，那我们就是为此把水哥邀请出来。水哥，水哥，水的这里有3杯水，冰水、热水、室温水。水处理鱼胶要用水。水马上决定要哪杯水。待会儿呢2组各派1位代表出来，先选先赢。是先到先得哦。OK， 好，3、2、1。冰水。哦，现在他冰水拿走了，而且好，热水，热水好谢谢我们的水哥。来，谢谢现在呢，素珊姐这边拿到的是冰水，为什么是冰水嘞？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会做一些果冻之类的。好，那我们就请出 chef 来解答，好不好？好 ，Chef Melvin，快点过来 ，Chef Melvin。来。 ，LV 哇，这个鱼胶片处理要用什么样的水？ OK， 都让它软，你要用冷水。是冷水。 Yes，那为什么室温水不可以？因为它会融化嘛。好，那我们把你们的水倒进去看看好了。所以如果你的食谱里面是要用1片，你放在温水，它融化了，你放在你的 mixture 就不是1片的分量。来，我来看啊，这边
真的融化了。所以这个还真的融化了可以拿起来 ，yes， 来，那一个，这样就对了。它一软化了，你就快点放进你的 hot mixture。所以还可以用吗？这个还是直接要倒掉？要倒掉。好 ，OK， 先恭喜我们的素珊姐跟德伟这组。可是我很好奇耶，因为我知道，就是好像我们做蛋糕啊，会用到这个鱼胶片。对，你今天不是甜品吧？不是，因为是果冻嘛。哦，是那个果冻会用到这个鱼胶片。and 用我自己种的紫色辣椒哇，好所以现在可以给你们。是不是很会很辣？辣椒是看天气，如果热的天气，它会比较辣一点。如果心情不好，很火爆啊，会不会吃起来很辣？好，谢谢。谢谢，好期待今天这个料，感觉是非常特别。那素珊姐这边呢，可以有这个优先回答权，所以呢，仔细听好了，重点题，第一题。今年1月开始，乐龄补贴计划将提高多少百分比的每季度现金补贴呢 ？A. 10%， B. 15%， C. 20%。来，我们这一组朋友，答案是 C。20%是对的吗？对的，答对，恭喜你得3分。哎呀天，这边来解释一下这个乐龄的补贴计划呢，它是为65岁及以上低收入年长者提供的每季度的现金补贴，协助年长人士可以应付他日常的生活开销，不需要申请。只要你符合条件呢，就可以接到公积金局的通知，还有自动收到现金补贴，不用申请哦。哇，太好了！ OK， 我们来第2题的重点题，请问60岁及以上年长者若使用百胜乐龄卡乘搭公共交通，每趟最高收费是多少呢 ？A. 9毛2 ，B. 1块1毛2 ，C. 1块3毛2。这如果建斌大哥在，他肯定知道。是，对，来，这边已经讨论好答案了，答案亮出你的答案板。我们讨论之后，答案是 A。你有看过这个数字0.92元是吗？数字是没有读到，不过我知道是8折成人的收费。这个答案是对的吗？那我来揭晓答案是答对 A。收费9毛2的意思是呢，不管是巴士转 MRT 还是 MRT 转 LRT， 收费都是最高9毛2。百胜乐龄卡呢，让年长者享有25%或更联谊的公共交通费用哦。希望鼓励活跃乐龄。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福利耶！真的有关心老人家是对的。你看，关心老人的好处是今天有奖金可以拿，有东西可以吃。我们也有东西吃，零蛋。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游戏才进行到一半，好，有机会是可以打成平手的，好不好？好，来休息一下哈，因为呢，我有一点辛苦，我要去找 chef 聊，看一下你干嘛？我的帮忙啊你想干嘛？ chef 刚刚听到你说你有自己种菜，是种什么啊？对，那个紫色的。这个紫色的， Yes 像个小茄子一样，这个就是辣椒。 Yes。啊，为什么紫色那么特别？是很辣吗你可以 try。？OK， 我这传说中的小辣椒，我跟你说，我就吃一半。一半 ，Yes。OK。如何？会辣吗？一点都不会辣。不会哦，最会吃辣的哦。可乐，你可以的。哇，这个辣哦，你一咬哦，它那个汁一出来，你就马上感觉到那个辣。它是有一个花香，对吗？哎，OK，我不要在你这边了。哇，你这样有办法主持吗？你会不会等一下跑去厕所？你会觉得我的嘴巴变腊肠嘴？哇，好辣，我要甩！你们看到它辣成这样，你们有人想要挑战看看那个辣？有没有想要吃吗？我刚才有想要吃，因为我喜欢吃辣，但是我看他吃辣到哭，我就走掉了。哎，真的还好，你可以穿看。没有人敢吃辣，好，那我跟你们说，等一下输的人就吃一根，好，可以吗？好不好？好不好 ？OK， 尝试一点，输了尝试一点。好，马上出题。食材题，在众多的蔬菜水果中，菜花和大白菜的什么东西效果最好 ？A. 美白 ，B. 抗癌 ，C. 减肥。 OK， 来，两组朋友有没有答案？好了吗？来，
亮出你们的答案。来，我们这边是 A 美白，C 减肥。为什么是美白嘞？我把大白菜联想成美白。哦，哪个白你就选那个白是不是？而且德伟，你的皮肤真的很白，白里透红哎，你就是吃白菜变白的吗？我是喜欢吃大白菜。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到底是美白、抗癌还是减肥呢？对，答案是 C 抗癌。真的很可惜。来，根据这个美国癌症协会的报道呢，在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菜花跟大白菜的抗癌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嘞？这个菜花呢，里面有这个抗氧化、防癌症的这个微量元素，长期食用呢，可以减少这个乳腺癌、直肠癌还有胃癌等癌症的发病几率。很可惜，2组都没有得到1分。对，现在目前呢还是我们素珊姐领先，但是不要担心，接下来还有2道重点题要出场啦。是，但重点题出场之前呢，还是要邀请我们的水哥出场接受挑战。女人最爱是有钱花，蕾心妹妹是玫瑰花，可乐阿姨是三大阿花。现在要你们学习如何切菜花。哎呀，建明大哥今天真是帅呀，真是可爱。好了，明好讨喜天来，走了。来，所以今天就是挑战切菜花，切菜花，是不是？切菜花。好，那怎么样切才可以降低这个浪费的程度呢？哎，我很忙的哈。好忙的，是 OK， 开始新的玩 OK。等一下我们的水哥，谢谢水哥，好，准备好，我们就限时1分钟，马上开始。哇，我来看看大家的战略是什么。哇，小心不要切到手啊！小心这样是最刀拿反了哎。还有刀背可以切嘞，这里也太厉害，女中豪杰嘞，真正有肌肉的是你 OK。练武奇才啊！蛇尾呢是哇，慢慢的来倒数5、4、3、2、1，剪刀，来放上补刀，放上补刀哈，来，不许再动，不许再动。这边我们来看看啊。哇，这个有点难分难舍，我们是不是要请一个专家来帮我们评鉴一下？好，那就是我的 Chef Melvin，Chef Melvin， Yes 这次帮你啊，打扰你了。不会你叫 Chef Melvin 这边哦，有粉丝哎，是有那粉丝哎，这样是来告诉我们，你觉得这2组哪一组切的这个菜花是切的好又不浪费？正确的。 OK， 所以这边你看这个哈，is like more of a floret， 就是比较像一朵花。对，如果你用大的刀 ，and then 你一直这样切，好像砍它这样，很多的花都会碎碎的。哦。Yes。哎，你煮出来它的口感就不会没有那么好。比较散。哦，所以是要一朵一朵的把它切下来的，而不是大刀砍。对。所以你觉得哪一组应该获胜？优胜者。我是觉得这边了。 所以恭喜我们的 Michelle 意大利，恭喜你们可以得到这个回答重点题的优先权。所以现在这个重点题来了，仔细听好了。来，第1题，21岁及以上住在1房和2房式祖屋的新加坡人，在今年能得到多少元的必需品补助券呢 ？A 100，B 90，C 80。哎呦，这边很快。 然后马上就写了。我觉得这里肯定是有拿过补助。来 ，Michelle 亮出你的答案板。A 必需品补助券100元。100元。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嘞？叮叮，答对了。终于打破了零蛋。恭喜，很好。这个发放必需品的补助券是为了协助低收入国人应付日常的开销，比方说到超市购物啊。 所有年龄满21岁及以上，住在1房式和2房式祖屋的新加坡人呢，在2020年10月到12月之间，可以获得300元的必需品补助券。300元。对的，并且呢，在今年得到100元的补助券。很好哎，因为只要是21岁以上住1房式跟2房式，那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受惠的。是，太棒了。对。 好，下一题，请问额外托儿津贴的家庭月入底线已从7500上升至多少呢 ？A 12000 ，B 11000，C 1万元。哎呦，来了，来了。
燕妮对这个有概念吗？，对，怎么说？我有孩子啦。哦，你是一位母亲，对呀，哇，你看起来真的不像母亲哎，因为你好年轻哦。哇那我觉得他答案有机会是对的。是，让我来揭晓答案是是不是 A 呢？答对 A，12000。为托儿津贴的家庭月入底线呢，以上调至12000元呢，那也意味着呢，有更多的家庭会受惠。我觉得省下来的钱呢，可以去培养小孩更多的才华，对，然后为国家可以培养更多的栋梁和人才。对，喜欢唱歌就去学唱歌，是啦对，就不会五音不全了。谢谢。现在呢，2个回合都完成了，今天我们的优胜者就是恭喜我们的素贞姐，恭喜你们可以得到500元，还可以吃到我们的美味佳肴。那这边燕妮跟意大利不用难过，你们有200元，还有1根小辣椒。现在刘冰上菜了。我会 recommend 你吃鱼先，沾一点那个 cauliflower， 才是那个果冻。对，你的这个 cauliflower 是不是？ Yeah， 哇 ，this is amazing。谢谢。怎么说？那个 cauliflower 的 mash 是有椰奶，比较健康，没有那么肥。还有它加上这个葱，对不对？对哇，它整个感觉非常的好。那个是炸葱啊，比较一个古早味的味道。这个鱼和那个 cauliflower 的酱和那个葱真的很搭。 Thank you。那个辣果冻呢？你们吃出那个辣果冻的特别吗？你有吃出这个辣椒的风其实味吗？它的果冻全部都在里面，对吗？都一起融入混在里面了对所以这个辣椒的味道并不会太不会突出不会，是刚刚好。听说这个辣椒好像除了辣之外，它是有个花香味，是不是？你要 try 吗你是1/4。 ？Yes。它没有那个呛的味道哎，但是它真的是有花香味。有一个菜的，这个就是青菜的味道，青菜的味道，它不像一般辣椒。这是一个福利，那也是惩罚嘛。会辣会辣。撞到了。今天大家真的很有口福，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野生金木乳佐辣果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学这道菜，不用担心，去 Me Watch 看我们师傅怎么做的。我要去，一起来偷吃。谢谢申苗斌 Thank you so much。谢谢谢谢我们的来宾朋友，谢谢来到我们欢喜大菜室，希望大家都开心。欢喜大世界，大世界，大世界，大世欢迎大家又共聚一堂真的。千毅，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期会请你吗？我大概知道了。因为如果没有你只有我在，我的年龄跟他们差太远，格格不入，所以找你多一个来综合一下。所以你看我穿的那么青春，我们的脸没有青春气息，但是服装可以青春气息，懂吗？所以最后你还是格格不入。不过这一期我要提醒大家，讲话不要太大声啊，为什么？以免动了胎气。不过艾佳给我的感觉好像还是一个小孩，小孩就生小孩。你说。你不要提到这个，她老公跟她出去，人家以为她是她老公的女儿啊，真的。其实我们2家面临一样的问题，我也不太敢带我女儿出门了。等一下她说，这是你的孙女啊。那我相信结了婚了，做了妈妈，没有什么负担吗？负担是肯定有的啊，那经济负担这一块就会就是明显的加重。讲到经济的状况啊，因为你们都了解这是消费税要提高这件事嘛。听说要提高。千毅大哥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快了，没有这么快。啊，真的假的？你是说改次我们出去吃饭还要给多一点消费税？对，要给多少啊？因为现在是7%嘛，对不对？那政府宣布说今年不会提高消费税，但是在2022到2025年之间呢，消费税会上调到9%。可是我觉得这个消费税增长，其实它背后有一些原因的，对不对？是。来，彬哥解释之前呢，首先我想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知道。如果不懂的话，看千毅的脸就知道。
老龄化就写在它里面。其实就是说，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呢，我国65岁或是以上的年长人士会上升到总人口的25%，等于说有1/4的人口它都是年长人士。而且你们要知道，用医药津贴最多的也是老人家，就是这个族群，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医疗开支方面会逐年的增加。如果你不这么说，我还真的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你能不能再说仔细一点呢 ？OK， 举个例子吧，哈，我们说这个白内障，对不对？千亿应该有白内障吧？我上一次也来上过节目，有上一次啊，我的眼睛啊，上次看我比较美，很美。上一次我有白内障，现在我白内障割了，重新坐你旁边再看一下，还有再看一下，哎，跟以前不一样。OK， 讲到这个白内障，真的是很普遍，大概有将近80%的年长者都有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你想看看，有80%的年长者他都要动这个白内障手术，他都要拿到这个津贴。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庞大的。对，这就是我动完手术的账单这里呢，我所动手术总共花了2372块9毛半，政府津贴1434块1毛3，所以我算了，这个津贴呢是60.4356%，这个开销真的很惊人。对，我妈妈也有这样的例子，她几年前才刚开那个白内障。当我一接到消息说她要动这个手术的时候，我很担心，因为我是一个自雇人士，收入不稳定。然后她开了之后呢，那个账单来呢是。他只需要付100多块。你的意思是说他付的比我还要便宜了？当然，因为他是建国。他是建国一代。所以我听说他们讲这个消费税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支撑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这样。没错。也就是说，代表年轻还在工作的这一群的比例小了，对不对？如果不提升消费税，靠这群年轻人所缴的税收来应付，那他们是不是很辛苦？对不对？这样我明白了，其实消费税就是把这个税收的负担分配给广大的群众。对。关于这个消费税提高呢，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据我所知呢，新加坡的成年人呢，在5年里面呢，可以获得700元到1600元的现金补助，所以这笔补助呢，就可以抵消5年来所涨的那个消费税。哇，千亿大哥，对你非常的敬佩。为什么？你竟然过目不忘，这些你都记得一清二楚啊！不是过目不忘，因为我需要这笔钱。现实。我有问题。那除了政府需要去应付医疗支出以外，是不是说他们也需要一直去用资金去改善或者提升一些东西？对，通过这个调高这个消费税，除了应付我国未来在医疗保健上面的开支负担，再来就是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开支都需要。对，10年树木，100年树人嘛。教育可以说是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这个100年大业，政府一定需要很多资金去好好计划跟经营。政府去年宣布，如果这个小孩子呢是在去年10月1号到2022年9月30号之间出生的呢，就可以得到一笔3000块的育婴补贴。现在可以得到这笔钱就是爱家爱家，恭喜嘞！恭喜！其实我跟你说，这额外的3000块可能可以解很多父母的燃眉之急。对，好像现在上托儿中心原本的学费才770块，可是因为我们还有 Working Mom Subsidy 300块的津贴，我也有拿到，我每个月才还470而已。所以你们看在我们享有津贴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回馈。所以呢，调高 GST 是在所难免不然呢就会入不敷出，对不对？对。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又来了？什么事？我来的？什么事？又有东西要出现了！天涯歌女，我的天，好美啊！我是在这个欢喜音乐厅里面最红的红牌，叫做周旋转。周旋转，我觉得是周旋，很旋啊。漂亮。是的。呀。对。但是漂亮，充满
满了惊恐，漂亮漂亮。这样我想起当年我阿嬷，我阿嬷就是穿这样。是，我奶奶也是穿这样的。哦，来这里呢，越久年代真的，久远我是路过这里了哈，因为我要去上班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看你们在这边聊得那么开心，是不是？政府去年宣布呢，如果孩子在去年10月1日至2022年的9月30日出生的话，父母可以获得一次性的多少育婴补贴呢？前一大哥不能回答，旋转，请大家回答。妈妈，我知道3000块。答对了，安娜就是3000块，再旋转，必须的，因为我是周旋转。那大家都非常乖，都有在听，所以呢，带了一点零食来，一人一个哈，一人一个。咸金枣，如果是一面吃这个，一面听我唱歌，是一大的享受。想听我唱歌吗？不想。我有点赶时间了哈，我要去那个欢喜音乐厅上班了，有空来哈。在那边洗盘啊。唱歌，我是红歌星，红牌歌星 ，OK， 记得来哈。好，先转出去啊，转出去啊，来，拜。他是红牌歌星。我们给他红牌啊，给他傲啊。请问斌哥，你刚刚说这是什么枣？咸金枣，很好吃，很开胃的，是咸的山楂。很生津止渴，对不对？讲到学前教育，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忘记，因为社会上还有一些经济状况没有这么好的家庭，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忙来过日子。比方说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哦，如果在主要业者营运学前教育中心托管，他每个月只需要付3元呢。那是象征性的一个收费吧？对，其实像低收入家庭，我觉得孩子可以放到托管中心，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那家长可能就多一点时间去赚钱啊，然后享有更好的生活这样。对，那像我这种没有结婚、没有房子、没有租、没有孩子的人呢，有什么回扣跟津贴吗？亲爱的，你忘了吗？去年2月不就宣布吗？满21岁或以上啊，如果你有其他经济负担的新加坡人，可以根据收入啊，获得600元到1200元的一次性现金哦。对哦，我差一点都忘了，其实有收到这一笔钱。政府都尽量照顾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这个人士。对对对，就好像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是照顾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啊，有吃有喝有资讯，还有歌舞。讲到歌舞，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啊？真的有歌舞表演啊？我们有欢喜音乐厅哎，都有巨星来表演的。对，巨星。因为盐，我认识了你；因为盐分，我们才在一起。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摆平？因为盐，我们做朋友；因为盐分是不能够强求。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为了朋友是不需要理由。不管从前有过多少经历，不管将来会不会有奇迹，不管什么情况还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尽情的干一杯。不管从前有过多少经历，不管将来会不会有奇迹，不管什么情况还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尽情的干一杯。谢谢。哎呦，来，坐。不得了啊！斌哥坐，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我们欢喜音乐厅，对，向来请的都是歌手，今天请了一个非典型歌手。对，我们走投无路了吗？现在啊，带来的歌曲都要比较健康的。对，这首歌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强调少盐少糖，你还说因为盐。刚才我唱盐，对啊，因为少盐，我认识了你，对不对？因为
盐分是不能够强求，盐分真的不能强求啦，不对要太多，对，清淡就好。没错啊。所以你选这首歌《兄弟》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讲真的，在娱乐圈还是有朋友的，是像我跟斌哥。对不对？像我跟辉哥是真正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互相支持。对，所以朋友是很重要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呢？本来是这个你是演那个什么垃圾桶，今天他变成米桶。米桶的意思你懂吗？就是赚很多的叫米桶。真的啊，我可以看一下以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吗？他的历史有什么画面可以看一下？大人，小的叫请用我，外号称垃圾桶，英文名叫 Dustbin。我要告他。李国煌从默默无闻的丑角到今天的本土喜剧天王，他游走综艺和戏剧，成绩亮眼。红星大奖98最佳喜剧演员，搞笑行动李国煌。搞笑行动李国煌。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得奖主持人是李国煌。谢谢。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are good. People will know you are good. They will say it for you. 你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艺人，然后那个样子我很难想象哎。其实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书读得少，所以我要比人家努力，我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我得到的东西未必比读书的人少，对，因为我有实际的战场。对。但是人是这样，努力未必成功，是的吧？因为你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对的话，对不对？有失败过，但是成功是必须要努力，对，努力再努力。一路以来我都没有想过我长大要变成梁导，我长大要变成兵哥之类的。我其实只是说我喜欢表演，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路去到哪里。那时候我才21岁，然后我就给自己5年的时间，然后5年真的不可以的话，我就回去社会再重新找工作。但是还好这5年真的是电视台给我很多的机会，然后加上梁导的一些指导，慢慢的从这个神经语法搞笑行动，后来就跟 MC King 跟叽叽喳喳主持敬业来看我，就一路这样就开始，所以到我进入搞笑行动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过综艺节目，所以综艺是你的恩人，是我的根。因为我跟我自己讲，今天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在新传媒有一个综艺节目。各位见智，我最少要有1个 ，OK？各位见智，我到80岁我才接黄金年华，多几年了，多几年啊！因为这是我的性格，我觉得我从哪里起来，我就要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有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台湾去发展？你要不要去其他的地方发展？但是对我来讲，我是选择在小鱼池里面做一条大鱼，我都不宁愿去一个大鱼池里面做一条小鱼。那这一次你去金马奖有什么样的收获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去这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你可以发现到，其实他那边的工作人员，从最低的到最高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每一个在电影里面的岗位工作者，就包括服装、道具、美术、导演、演员、摄影师、灯光师，甚至是拉电线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尊敬，感受得到，他们真的是把电影放在这边，就是你体验到他们的整个组织工作，是整个细节，对，都做到很到位，就对，很到位。它会让你感觉你出席金马的颁奖典礼是在这个 level， 是你受到尊敬的，而且他们的那种尊敬是，你会对电影的工作更敬业乐业。你觉得你选择了这个电影工业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影展就是我们这个男儿王当天的影展满桌，哇，李安导演，哇，这是最大的收获，能够跟他拍照，这个是最大的收获。这个就是那个男主角莫子仪，对，这个是入围的证书，没错。还有一些奖品是金马奖25样东西，重达20公斤，全部搬回来。这个证书，我有看你的 video， 我看在对你收到这个证书的时候，你内心充满了很多的感动，对不对？是，因为我从幼稚园，小学我都没有拿，因为我成绩太难看。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这样一打开的时候，我真的是傻掉了，有1-2秒的时间。我突然间没有办法想象，我拿到的是一个电影演员，一个
很肯定的一个证书。对，所以我当场就真的受不了，一种荣誉，金马奖算是所有演员都想要到的，都想通往到的一个殿堂。是当时的那种怎么讲，感动无憾。就觉得说这么多年的努力，跟这么多年受到的一些压力，跟外来的一些可能不喜欢不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是值得的，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艺人偶尔会讲说，哎什么什么，像我带我老婆去走一个红地毯，然后在网上也有人说她又不是明星，她又什么，但是我觉得她陪我走20多年的路。然后我拉着他走一个100到120米的一个红地毯，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应该啊。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不要为人而活，我们要为自己而活。对，因为你为别人而活，你是在浪费时间。对，生气不如争气，真的，对不对？所以我跟我老婆讲，就算有下一次任何的这个奖项红地毯，我还是会牵着她的手走。是，真的。假如是你还没有得，我先得哈，我也会牵着你老婆走那个，可以啊，因为我没有老婆嘛。可以啊，可以啊。我突然觉得画面好奇怪哦。哎，入围男主角陈建斌，然后走红地毯的是李国煌的老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太太是一个道具，不管新加坡谁入围都会牵你老婆。我会牵她，很奇怪，她是一个道具来的。对，所以真的有我觉得啦，不要说金马了，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任何平台的人有机会到国外走走，你吸收的会更多。哎，斌哥也去过啊。他有一首歌啊，电影主题曲啊，对，入围啊，电影主题曲，他也是走过红地毯啊。我走过，那时候是《突然发财》里面这首歌。对，因为那时候自己音乐造诣也不是很高，所以那几个入围的都不敢跟他们说话，万一怕露馅。哎，你是用大调还是小调？没有，我就转头就走掉。真的。那我要沾你们的光，我希望有一天我。所以不是给你一块红布咯，摸一下。下次你们谁缺老婆的话，也可以牵我的手。我觉得人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平台，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能够专心去做一件事的话，你总有会得到你的这个认可跟认同。是，其实讲真的，这次得不得奖对我来讲并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可以把我们新加坡的作品让外国人注意。金马奖的时候，哇，还是那种人家宴会，你也像主持人这样哈。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小毛病、大问题，你知道吗？我们手里一拿麦哈，我们就噼里啪啦讲播。对，因为你看，我们主持人，我们不允许有半秒的停顿的时间，冷场不可以，空气不可以凝结的。对，所以这一次我在那边讲了很多话，然后也把场搞得很热闹，然后那些记者就有跟那个金马的委员说，哎。明年叫我去主持，我觉得这些就够了，真的。你这一次有机会认识李安是导演啊，那你跟他说，如果拍的戏不要钱啊，但是李安的戏，有时候他可能比较艺术。OK， 我愿意，因为我跟李安导演说过了，就是说我可以免付费拍你的电影，但唯一的条件是一定要穿衣服，因为可能是我顾虑多，或者是你可以说我不够专业，是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孩子他会被问的。那种感受，为什么你爸爸要讲？为什么你爸爸要讲？给你 imagine 那个小孩跟你讲，爸，我有 want to do the movie， 是，所以他也是拒绝拍接吻戏嘛，他怕他的孩子问他，咦，爸爸 ，that girl so ugly, why you kiss her？ 你为什么一定断定跟我在戏里面接吻的一定是 ugly 的呢？因为我跟你讲，我不能接受。老婆其实是 OK 的，是 OK 的，因为他现在不 kiss 我了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可以把我吊钢丝，我有巨高，你吊钢丝跟我吊到很高了，我没有问题。但是你叫我拍接吻戏，我有顾虑。但讲到就是你很在意，就是孩子对你的观感。是。你不管再怎么样的忙，其实你都会很照顾你的家人。会，对不对？会。百忙之中，你也会花时间陪孩子。我每天早上都送他们去读书，哪怕呢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然后一有时间我都回去。好像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偶尔才会跟斌哥啊、重庆啊，我们去吃一点东西，然后去 shopping 啊，买一点东西。到了1点半我就走了。你问他，因为1点半我要接他们下课，因为我们一拍电影起来就是好几个月，
可能你就是整个礼拜没有机会跟他们讲话，所以就趁那15分钟、20分钟就跟他们在一起。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假设你的孩子比如中4会考，是，刚好有一部电影叫你拍，你会不会推掉那部电影陪你孩子？我会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你不用怕，没有得拍。对呀。但是中4考试可能他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可是刚好中4考试哦，就是李安邀请你拍的那部电影。你很多问题。我会争取不要在欧水准考试的那个阶段。如果你可以配合，我觉得是最好；如果不可以配合，我觉得以李安导演应该可以明白做一个爸爸的心情。对我还是会放弃，但是我希望这一天不要到来。因为我很想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就国王大是一个很顾家、很可靠的一个男人，而且你知道，我有时候看你也之前你跟你小孩的一些互动啊，你的视频啊，然后你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吹了小的，吹大的。就有时间就3个一起吹。其实真的不要小看这种很简单的举动，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会做。因为我觉得跟他吹头发，我是一种乐趣。所以你们家是严父慈母还是慈父严母？我在家里我也是对他们很凶，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以跟你玩，可是我在意的东西，我会很严肃的警告你，跟你讲。所以当我的脸一变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不能开玩笑。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你要给他童年，你要给他童真。但与此同时，你不可以过界，你要知道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做。对，我相信，在您的这个管理之下，您的家庭应该都会健健康康，希望成长。会。那么你的事业上呢？你下一个目标是做什么？其实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我们新加坡的艺人或者是节目或者是人才带到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更多地方的人看到，我觉得 why not？ 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科技发达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刚刚你说到的是你的事业版图，不过你个人的演艺呢？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的主持综艺，因为我都说了，这个是我的根 ，OK。然后电影我会一直演到人家不要看我，但是与此同时，我会去精修导演课程，希望说真的可以去提升自己。因为电影的东西是学不完，对，不能够止步于此要不断的学习。对，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一直在进步，小孩看到他也不敢怠慢了。言教不如身教嘛，就是做给小孩看就是最好的。所以听国王这么讲，你就知道他满怀的壮志，对不对？我不敢说真的，我不敢说我自己很伟大，但至少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所以这使我想起那首歌又来了，壮志在我胸。这首歌我最熟，K 歌我常唱。所以你今天要来唱一下吗？OK， 好，来可以。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付青春，至少我还保留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早已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
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我听说他们讲这个消费税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支撑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这样。没错没错，也就是说代表年轻还在工作的这一群的比例小了，对不对？如果不提升消费税，靠这群年轻人所缴的税收来应付，那他们是不是很辛苦？关于这个消费税提高呢，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据我所知呢，新加坡的成年人呢，在5年里面呢，可以获得700元到1600元的现金补助，所以这笔补助呢，就可以抵消5年来所涨的那个消费税。